欢迎继续收看，一看就会，一学就废的咖啡机大保养。今天我们来保养家改装一台2020年的 Lilith Bianca V3。试机的时候，从蒸汽就能看出来，这台机器不简单。一边拆机器，一边介绍一下这台机器的基本情况。这台机器总共用了4年左右，之前被用来商用了一段时间，而后就被搁置在仓库了。总共出杯了4000多杯，外观看着还可以，但是内部很多地方都有锈蚀痕迹，尤其是冲煮头内部，咖啡渍和咖啡渣残留了特别多。蒸汽锅炉和萃取锅炉内的水垢也比较多，尤其是2个加热体，已经黑得看不出材质了。机器刚到的时候，外壳也有轻微的变形，顶板的螺丝丢了好几个。蒸汽嘴堵塞严重，开头大家应该看到了，4个蒸汽孔逐个打开，很有仪式感。将咖啡机的外壳全部拆下后，送到我们的工厂去进行改色。接下来进行保养，将咖啡机的零件拆得更细致一些。首先是咖啡机蒸汽棒和热水棒，这个小锅炉是 Lilith 的萃取锅炉，也叫咖啡锅炉。其上的零件主要包括过热保护开关、温感探针以及最重要的加热体。然后是 Lilith 的蒸汽锅炉，蒸汽锅炉上的零件和接口比较多，主要包括有过热保护开关、温感探针、水位探针、真空阀、过热保护以及加热体。因为锅炉等下要进行清洗，所以这些要全部拆下来才行。这是咖啡机的真空阀，阀体已经变黑，胶圈老化。开始拆卸冲煮头，这是一个161冲煮头，将其拆分开，内部有很多的水垢以及咖啡渍。水垢和锈蚀主要都集中在管道的接口处和加热体上。保养完毕后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原本其材质都是紫铜的。接下来开始安装，首先是咖啡机的前面板，再将前面板上的各种零件安装上。这个是咖啡机的开关按钮，固定在前面板上。再固定好压力表。组装保养完的冲煮头，冲煮头的表面有一层镀层，所以不能使用柠檬酸清洗。这里我们用的是专门的咖啡机清洁药片，而且在使用扳手进行加固的时候，也垫了一层眼镜布，防止划伤冲煮头表面。161冲煮头是由飞马品牌在1961年发明的一个冲泡系统，能一直沿用至今，足以证明其优越性。拨杆位置使用时间长后，可能会发出金属摩擦的声音，这时在拨杆内部添加上润滑油即可。这台机器已经添加上了。将冲煮头安装到咖啡机上，固定冲煮头的螺丝同样能起到固定前面板的作用。将蒸汽棒和热水棒里的胶圈更换成新的。胶圈的使用寿命较短，老化的胶圈很容易造成密封不严，及时的更换胶圈可以降低咖啡机的故障率。然后固定到咖啡机的前面板上。这个位置的螺丝既起到管道连接作用，又起到固定位置的作用，所以要固定得很紧才行。接下来是萃取锅炉，将保养过的加热体插回到锅炉中，将保温层重新粘上，重新安装上温感探针，擦掉多余的液体生料带，安装到咖啡机上。Lilith Bianca V3 的萃取锅炉容积为0.8升。开机后会优先加热，可以在前面板的显示屏调整萃取锅炉的温度。接下来是蒸汽锅炉，重新装上保温层，装到咖啡机上。蒸汽锅炉的容积为1.5升，压力大小是通过温度调节的，同样可通过显示屏调整。蒸汽锅炉上的接口方向是固定的，装到咖啡机上后再安装接口比较方便。将这些零件处理干净，加上液体生料带，重新安装上。咖啡机底部有一块可拆卸，是专门用来安装或拆卸加热体的。蒸汽锅炉是最容易积攒水垢的位置之一，而且都是像沙粒一样的水垢。这些水垢在处理时需要先用水冲洗很多遍，将内部的水垢洗干净，而后用食品级的柠檬酸进行浸泡，处理掉附着在锅炉内壁上的水垢，最后再用清水仔细冲洗，以免有柠檬酸残留。将各种线路也插回原位。这些硅胶管都是泄压用的管道，
以一个4通管道连接，最后集中到冲煮头下面的泄压口排出。这是咖啡机的电磁阀，将内部的胶圈进行更换。这个绿色的胶圈是氟橡胶，相较于黑色的丁腈橡胶，更加耐高温耐腐蚀。我们更换胶圈都是按原厂的材质进行更换。安装到咖啡机上，将阀体也插回原位。电磁阀是咖啡机上最常见的零件之一，将电能转化为动能，控制管道的通断。电磁阀有长开型和长闭型，咖啡机通常使用长闭型。萃取锅炉和冲煮头通过2根管道连接，采用热虹吸效应进行循环，继而使冲煮头的温度始终和萃取锅炉相同，从而保证萃取咖啡时的水温稳定。这个热虹吸的冲煮头在当年是最先进的冲泡系统。将其他的管道也重新安装上，蒸汽管道连接在锅炉的上面，热水管道连接在锅炉的底部。这2个管道中间没有电磁阀控制，所以是纯机械控制的。这也使其即使在关机状态下，也可以使用蒸汽热水。蒸汽压力表的管道直接连在锅炉上，而萃取压力的管道是连接在上水管道上的，所以其实显示的是泵压。内部安装好后，再安装上咖啡机的外壳。安装时注意不要划伤漆面。将螺丝帽重新塞回去。这台机器的螺丝帽丢了好几个，我们也是给重新补充上了。盖上咖啡机的顶板，再拧紧螺丝。后壳的底下还有几个螺丝孔，这是用来固定水箱的，所以这台机器的水箱可以放在机器的后面，或者是左右两边。接下来安装水箱，先把水箱的外壳固定到底座上。首先将水箱挂到后壳上，然后拧紧水箱下面的螺丝，再插上水箱的水管和电线插头。接水盒也进行了改色，安上冲煮头芯，换上新的冲煮头胶圈，安装蒸汽和热水的旋钮。这台机器选择的套件是斑马木套件，包括2个旋钮、萃取拨杆、流量调节拨杆，还有4个底角。斑马木又名乌金木，因其独特的花纹和耐用性而闻名。木材的表面又经过抛光和木蜡油处理，使其更有光泽，手感更佳。也可以换为其他的材质，斑马木更适合这台机器沙漠黄的配色。这4个底角是矮款的，原本安装的则是增高的黑胡桃木底角。矮款底角和原厂高度一样，增高款约为5厘米。最后安上温杯架，为了搭配也改为了沙漠黄的颜色。OK， 安装完毕，看一下效果。